立法唆使秦斋潜入白周玉偷看一份文件，在司法的地盘上公然违法可还行。就在秦斋想着要怎么拿到这份文件的时候，瞌睡来了，有人送枕头，正好遇到河源就给白周玉送麻药。秦斋一会儿也要到归药堂买药，于是河源就让秦斋送他去，他们好一起回来。于是秦斋就这样进了白周玉。白周玉内警戒确实非常松懈，大厅等待的秦斋见四周无人，就偷偷溜进档案室寻找那份文件，还真让他找到了关于荣的记录。然而就在秦斋全神贯注翻阅文件的时候，司法居然带着行政进来了。放学后，禅子找来花卉，说最近一个古老神社的闹鬼，自从丧尸寺庙解决了天王台的事，自治会长就把住持当成有灵力的和尚了。花卉表示他记下了，明天找秦斋商量。明艳刚回来，看到只有花卉一个，有点不高兴，又花卉炫耀秦斋之前陪他玩了好久，他也变成荣的样子给秦斋看了。司法带着行政来到档案室，这里的资料都是禁止外带的。司法注意到书的位置被挪动过，但他没有告诉行政。秦斋卡死角趁机逃出了档案室，吓得平复了半天呼吸，才发现自己不小心把那份文件带出来了。从贵药堂拿了药，怀里的文件露了个角，秦斋赶紧塞回去。见他这么慌张，侯元凑过去又给他塞点强身健体的药，被秦斋一口回绝。花卉拜托明艳变成荣的样子给他看，但明艳就是不肯，非要等到秦斋回来陪他玩。最后还是花卉用以后给他带点心打动了明艳。回家路上，花卉疑惑秦斋为什么想看荣的样子，他明明对这事想的并不感兴趣。这时花卉接到姐姐的电话，问她的妈妈近况怎么样了。她之前见妈妈出院的时候觉得很奇怪，妈妈说她见到花卉的朋友有点像那个人，还说自己很感谢荣，让她有了2个懂事的好孩子。妈妈之前几乎不会提起爸爸的事，所以才会先给花卉打电话问问情况。听花卉说妈妈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她才放下心来。花卉一直都给明艳带点心，但明艳每一次都会以下一次一定敷衍她。花卉钱包都快被掏空了。展子来叫来秦斋和花卉商量有关神社闹鬼的事，里面经常传来咆哮声，还有人看到了闪着红光的眼睛。秦斋和花卉准备去神社查看，见一路上花卉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秦斋问他到底什么事儿。花卉问他最近是不是在查荣的事。秦斋将从司法那里顺来的文件交给了立法，立法对此并不在意，反正少印2份报告书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他毕竟是立法，要给触犯法律的人一些惩罚。于是立法罚秦斋在近期要与怪物湾牵头搞个宴会出来。花卉问秦斋为什么要看荣的长相，秦斋不理他。当初秦斋说要帮他查的时候，是他自己拒绝了，所以现在就算花卉抓心挠肝也没什么立场去问。2个人来到神社，很快发现了藏在暗处的黑影。秦斋扔出毛球擒住罪魁祸首，居然是一只粉红佩奇。佩奇正考虑要前往隐士，于是秦斋约定好了后天送他回隐士，就召唤怪湾准备离开。一股黑气突然出现在鸟居的蜘蛛网上，秦斋警惕地抬头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立法正在翻看秦斋带来的文件，上面记载着人类用微光杀死了妖怪，还有妖怪一直都封印在现世。禅子正在给明艳梳毛，主持走过来问关于神社闹鬼的情况。禅子表示秦人他们全部解决了，过2-3天就会恢复正常。主持一屁股坐在明艳的尾巴上，疼得狐狸一声惨叫。主持奇怪怎么会出现蜘蛛怪物呢？听到禅子一愣，什么蜘蛛？不是蜘蛛吗？原来有人目睹的妖怪不是猪，而是一只红眼睛的蜘蛛。这下禅子也搞不明白了。他推了主持一把，救出明艳的尾巴。在神社睡觉的佩奇突然被蜘蛛咬了一口，紧接着他背后出现蜘蛛纹身，眼睛也变成了红色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秦斋和花卉来到神社却不见佩奇。秦斋想起自己在文件看到的内容，荣因为随意使用自己的力量，在现实犯下了禁忌，他封印了一只妖怪。而之前秦斋在这里感受到另一只妖怪的气息，让去别处寻找的花卉突然打来电话，让秦斋赶紧过来。此前花卉跑上了神社更上面的鸟居，正好看到背上一片漆黑的佩奇倒在地上。花卉打电话通知秦斋快过来，却突然被从鸟居上降下的蜘蛛咬了一口，剧痛让花卉无力的倒下。等秦斋赶来，只看到佩奇和躲起来的毛球，毛球是花卉在上面。花卉感觉到自己被绑在蜘蛛网上动弹不得，一个人走到他面前。秦斋住到最上面，被蜘蛛控制的花卉正准备解开神社上的封印，把名为沙舍的妖怪从里面放出来。秦斋想要阻止，花卉反应急躁的拽住他的手腕，捂着后颈大喊不要。毛球跳上来拍打花卉的后颈，被一拳打飞。秦斋趁机摁着花卉想要驱除诅咒，结果佩奇冲上来把2人一起撞倒。秦斋之后用微光压制神社里的莎莎，莎莎极其憎恨人类，扬言要把他们都杀了。金色头发和瞳孔还能使用微光的人类，他错将秦斋当成了封印他的荣，心中恨意更深。秦斋现在也没办法，如果撤下微光，莎莎一定会袭击他，最坏的结果就只能杀了他。花卉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微光消除了身上的诅咒，要消失的应该是他们这些妖怪才对。刚解除封印就开始作乱，所以他才讨厌妖怪。花卉的眼睛变成了金色，秦斋认出这不是花卉，而是他的父亲卢无荣。当年莎莎在现实作恶，还是个病娇美少年的荣将他封印在这狭小的神社里，自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，仅仅觉得这样好玩罢了。
如今封印被破除，莎莎却不知悔改，荣就打算将他彻底杀死。景斋拦在荣面前，让莎莎快回到神社里去，这是不会让荣在他面前对妖怪动手的。见景斋说什么都不肯让，荣竟然打算直接对景斋动手，两股微光对撞在一起。荣问景斋身为人类为什么要偏袒妖怪，微光是把双刃剑，用不好就会杀死妖怪，所以绝不能肆意去使用这股力量，就算是迫不得已，那也是他身为怪物庵庵主的职责。亏了然，景斋不仅是偏袒妖怪，而且不想让花卉亲手杀死妖怪。景斋不知道魁是出于对妖怪的憎恨还是父爱出现的，但他不是花卉。花卉一开始也很害怕妖怪，但是在跟妖怪的相处中，他渐渐改变了。现在的花卉很喜欢妖怪，魁似乎被说动了一样停止了攻击。意识中，花卉还在一片漆黑中狂奔。他看到前方有个小孩子，于是跑过去问路。没想到小正太景斋突然变成了怪物，吓得花卉一巴掌扇了上去。而现实中，景斋也猝不及防被魁扇倒，夹着他的脖子让他清醒一点。花卉喜欢的妖怪可是要杀死他们呢。花卉边喊着景斋的名字，边朝有光的地方狂奔。魁手上的微光突然消失，鼻血滴落在安倍脸上。消失的花卉拽着爸爸大喊不要，景斋反手给了花卉一巴掌，最后就力气耗尽晕了过去。魁意识到花卉的身体在排斥自己，在嘲笑景斋居然在认真遵守魁的教诲，那就祈祷他不会再次出现吧。紧接着花卉身形一晃，倒在了景斋身边。景斋醒来后，莎莎问他不打算杀了自己吗？景斋表示自己只是将怪物送回隐士的怪物庵庵主，没有资格审判他。莎莎仍旧不肯相信人类。毛球跑过来给莎莎讲述了他和花卉相遇的经历，他已经不用再害怕人类，离开这狭小的神社到隐士生活了。在毛球的劝说下，莎莎缩小成了原样走出神社，被剥夺自由，憎恨着人类，在黑夜中度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他也非常痛苦。景斋将莎莎和佩奇一起送往隐士。花卉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在怪物庵里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景斋严肃地走过来，要和他谈谈关于荣的事情。魁的现实报告书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完全无关的猫猫涂鸦，这应该就是荣留下的。魁瞒着怪物庵和立法，偷偷雇佣荣当奉工人，而荣的死亡时间很容易推断出来，应该是在16年的秋天，在和景斋相遇不久前。那天魁很晚回来，甚至还有伤，他不敢告诉怪物庵发生了什么，最后哭着说他看护了一只猫。保护书的那一天也有被撕掉的内容，荣在16年前就去世了，而花卉在3年后见到的父亲其实是魁假扮的。魁身为妖怪，就是让人类看到他的特殊能力，至于魁为什么这么做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再加上景斋在白昼狱里看到的记录，荣曾经瞒着魁在现实杀害或封印了妖怪，所以行政才觉得花卉这个人类很危险。不过荣这么讨厌妖怪，应该也是有理由的。花卉也释然了，他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荣的事，以怪物庵奉工人的身份。景斋隐去了关于莎莎和魁现身的事，两个人去寺庙和住持说事情已经完成。花卉也不再因为荣的事给明艳继续买点心了。花卉也不知道自己体内有着荣的灵魂，景斋也不打算这事告诉任何人。如果立法和司法行政知道了这件事，绝对不会放过花卉。只要他不说出去，大家就能平安无事。怪物庵第2季完结撒花。